美国周四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新制裁，包括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制裁32个实体及个人，并禁止美国银行购买俄罗斯国债。俄罗斯随即传召美国大使抗议。就在2天前，美俄领导人刚刚通完电话，双方似乎气氛融洽。为什么拜登会突下狠手？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来看看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签署行政命令，下令财政部制裁6间俄罗斯科技公司，并禁止美国金融机构6月14号起购买俄罗斯央行、国家财富基金或财政部新发行的主权债券。美财政部同时宣布制裁32个实体及个人。此外，拜登政府还驱逐10名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当中包括情报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对俄制裁中，包括从6月14号起，美国金融机构将禁止从俄罗斯央行、财政部以及俄大规模主权财富基金直接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这意味着，只要是美国买家，都要从卢布计价的俄罗斯主权债务的一级市场撤出。有观察认为，这一被称为“金融核弹级”的选项，无疑将严重打击俄国发行主权债的能力。 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去年干预美国大选以及黑客攻击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及占领克里米亚的回应。然而，就在2天前，拜登刚刚与普京通完电话，其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美国愿意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不希望爆发更大冲突，不希望美俄局势升级。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未来几个月内在第三国会面的可能性，而且根据俄方的说法，此次通话是美国提议的。 此次的通话更像是此次制裁的烟雾弹。美国的这样的意图，并不是在于与俄罗斯真正的缓和关系，而是告知俄罗斯，美国正在重新树立其这样的一个全球的领导地位。但是美俄在一定期间内进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俄罗斯方面也 非常想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纳瓦利事件，包括网络间谍事件，与美国亮清底线和美国划清红线。更耐人寻味的是，拜登周四在签署完制裁命令后，就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态称，美俄紧张关系升级是时候降温了，并再次建议在欧洲举行美俄领导人峰会。We could have gone further, but I chose not to do so. I chose to be proportionat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looking to kick off a cycle of escalation and conflict with Russia. We want a stable, predictable relationship. When I spoke to President Putin, I expressed my belief tha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of us personally and directly was to be essential in moving forward to a more effective relationship, and he agreed on that point. To that end, I propose that we meet in person this summer in Europe for a summit to address a range of issues facing both of our countries. 有分析指，拜登这些看似矛盾的举动其实早有预谋。拜登上台后，主要还是延续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但同时也吸取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政策。拜登政府希望在军控领域安抚俄罗斯，防止俄罗斯掀桌子，于是同意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但拜登又希望继续对俄罗斯采取极限施压政策，削弱俄罗斯，不让俄罗斯拥有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能力。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美国实行制裁后，俄外交部立即召见了美驻俄大使，进行了严肃会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称，美国政府应当对两国目前令人遗憾的关系状况承担责任，并将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付出代价。俄方将会坚决回击华盛顿的侵略行为，对制裁的反击将是不可避免的。 С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сключающего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гегемонию, делая ставку на санкцион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и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Подобное агрессив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олучит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отпор. Ответ на санкции будет неотвратимым.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должны осознать, что за деградац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идется расплачиваться.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也表示，普京暂未决定是否与拜登举行会晤。佩斯科夫称，美方制裁无异于两国元首会晤的前景。根据俄罗斯文传电讯社的最新消息，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帕表示，莫斯科将驱逐10名美国外交官，对美国法律实体实施对等制裁。美俄能否就
乌东问题达成利益的一致是影响美俄关系未来走向最重要的一环。美俄能否产生更大的冲突，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在乌东问题。但是从俄罗斯目前外交的策略来看，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更倾向于保守，其主动权在于美国和北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和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我们希望各方通过协商和对话化解分歧，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单边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是强权霸凌行为，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对俄罗斯实施所谓新一轮全面制裁，涉及21名个人和19个实体。您对此如何解读？我注意到外界普遍认为美国这次下手非常重，美俄关系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地震。不过我认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拜登政府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仅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且是一场事先策划好，并获得了俄罗斯某种程度认同、默认的这么一场大戏。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第一个是，本周早些时候，拜登曾经亲自给普京打了一通长电话，并在电话中对普京说，根据俄罗斯的行为，他本来可以对俄采取更为强烈的制裁措施，但美方最后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决定采取比例适度的制裁措施。第二个是，拜登不仅亲自在电话中邀请普京出席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气候峰会，而且承诺会于今年夏天跟普京在欧洲某地举行峰会，以避免华盛顿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升级，以及建立稳定可预测的双边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原本要派到黑海支持乌克兰的2艘战舰，近日也突然宣布打道回府了。我认为这都是属于拜登与俄方政治交易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拜登政府这次制裁俄罗斯，不仅不是为了激化美俄矛盾，而且是要对最近纠纷不断的美俄矛盾尽快做一个了结，以便集中精力实施他们的印太战略，把矛头对准中国。因为各种迹象似乎都显示，拜登政府对美中俄三边关系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也就是修正了拜登把俄罗斯视为敌人，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这么一个判断，转而只提中国是最为严峻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价值观念上，甚至是在军事上，都已经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方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把俄罗斯当作对手，更没有必要把俄罗斯逼到跟中国抱团的地步。也就是说，这些都意味着拜登政府正准备对俄罗斯采用绥靖与招安政策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出警告称，美方新的制裁措施是对美俄双边关系的沉重打击，俄罗斯必将坚决回击美方侵略性行为。您对此是如何看呢？其实外交上的发言不仅仅是针对国际舆论的，而且往往是针对国内民众的。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措辞越是强硬，反而越是说明俄罗斯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一回事儿。因为拜登需要通过制裁俄罗斯来安抚国内的反俄势力，维持自己对俄罗斯强硬的外交形象。同样，普京政府也需要对外维持俄罗斯的国家尊严，对内安抚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了，除了口头上的强硬回击之外，俄罗斯接下来也会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报复措施，比如也驱逐同等数量的美国驻俄罗斯外交人员。不过这些对于美俄关系来说都是小事一桩。最近10多年来，他们之间玩类似的游戏已经不只是一次了。而在我看来，普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由于俄罗斯跟美国之间并没有多少经贸往来，双方的金融联系也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密切。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已经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已经习惯了美国的所谓严厉制裁措施。因此美国这一波所谓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并没有多大的伤害作用。对于普京来说，他最在乎的就是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水下天然气管道项目，
也就是百溪2号。假如美国下定决心逼迫德国把这个项目给停下来了，那就等于是要了俄罗斯的半条命。而只要美国没有下这个杀手，普京就不会太过介意。因此，接下来只要普京仍然照样接受拜登邀请，出席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气候峰会，以及美俄双方仍然照样运作拜登与普京在今年夏天的会面，那美俄之间的这个过节就算是波澜不惊地度过去了。